问这生谁做主宰？有些隐秘成为障碍。我这扇窗从未打开，世间一切不可以进来。难道现实没人能配一对，剩低我和我是同类？留下绝密事情纏结在心里，梦想要拼命去追。唯有你最明白我，天將解了鎖。誰想等失去那天，悔不當初。我彷彿從頭活過，方知一生為了什麼？不必怕闖禍，無懼燒起火。哇，发迹第一批出炉的蛋挞，这么好啊！有什么可以帮你？哎，江正勋啊，是我见过最喜欢弄权、最不择手段的警察。哎，但他又很能干，只有他才能那么快跟上头谈好。他说，因为香港出现了2起前所未有的重案，所以从反黑啊、情报啊、重案各部门调人回来成立特案组。他手上绿工嘛，很正常。这个主意啊，是2年前聂山想的。当时最反对这个事的人就是他和陈 Sir， 说反对招揽一些编制以外的专家顾问，但现在邀请我们，我还要以笔记专家的身份加入。要是你不想去，让朱姬去。我也不要。那臭小子最近老自作主张，害我突然抱那个女人，然后不知道跟 Madam 星搞什么，害我被他扇了一巴掌。哇，这么甜啊！不是泡给你喝的，给朱姬的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呢，我要装那个臭小子。你之前应该有跟他聊过这个案子的笔记，借你电脑用用啊。你干嘛看我妹妹？我正在研究血字案嘛，我在尝试看能不能分析出朗晴到底有什么能吸引那个凶手，这也是一会儿要讲的课题。你们看到的是他在笑。但是凶手扭曲的心里看到的是，受害者痛苦的呼叫、恐惧的求救、窒息前的绝望，都让凶手的视线离不开受害者，会让他亢奋、血脉沸腾。所以凶手忍不住跟踪死者，而且要面对面，用双手掐着对方的脖子，欣赏对方在他面前被征服的感觉，得到比起性侵更强烈的快感。这些视频都是从第1位受害者的社交平台找到的。相信凶手搜寻了无数个目标，最后选择对他下手。张 Sir， 麻烦你。2年半前开始，先后有3位受害人遇害，年龄从19到26岁。他们的共同点是长头发，没涂指甲油，化的都是淡妆，没喷香水，死的时候穿着白裙子。发现尸体的地点都是一些比较容易发现的地方，凶手给我们最大的线索。接下来笔迹分析，叶定峰，
小宝在哪儿啊？我想问大宝、小宝是不是吃肉的？对啊，只吃尸体和腐肉。很久没吃东西？我们坐了很久飞机，大宝食量很大，他肚子一定很饿。小宝没了触须，只会跟着大宝跑。我想他们应该差不多吃完了。哇，谢谢你。由此可见，这里的12个字并不能够组成一句有意思的句子。对笔记专家来说，字义没有笔记那么重要。我作为世界笔记专家工会认可的华裔笔记专家，而且是最年轻、最有潜质的，我总结出4个字：言不由衷。大家看这个死字，这个死字的勾，它是有缺笔的。这个缺笔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在杀死者的时候，他不是真心想杀死他，只是在享受杀对方的时候带给他的快感。在杀完人之后，他会感到后悔，同时还会有点不开心。那个我字呢？这个问题问得相当好。这个我字呢，它其中一边是手，另一边就是一个鸽字。鸽字呢可以代表武器。但是你不是说字义没有笔记重要吗？哦，你说的也没。原来靠小抄。这东西叶劲风才会需要，我有那20分钟就够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说到哪里？你说到我字。在说我字之前，不如给大家说说什么是笔记分析。笔记分析其实是说每个人的笔记都藏有他们独一无二的个性密码，你可以从一横一竖之中看出他的喜好啊、他的才智啊、家庭背景啊、成长过程，还有跟父母之间的关系。大家看完这12个字之后，就可以大概知道凶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这些字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全部少于75度向右倾斜。右倾而正面的人，他比较外向、开朗啊，而且有热情；而极端负面的人呢，他就会很主观、偏激和富攻击性。还有你们看他的收笔啊，也有尽量向右倾斜的习惯，这一点也非常特别。而左边代表母亲，你们看凶手他写的字下面相对比较短，这种是对 opposite sex 反抗的其中一种表现。他的极端偏激的性格很可能来自他童年的阴影，可能来自父母的言语暴力，或者甚至是虐打，而造成他可能有恋父或恋母情节。臭小子，你在干什么？跟我过来！你看，你把我的指甲都弄坏了，你就像个怪物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害我被别人说生了个杂种，还说我在外面偷男人？我要你给我弄死这只小鸟！既然凶手的父母对他施虐，为什么他还会有恋父或恋母情节？那你可以看这个我字，一撇代表母亲，竖钩代表自己。一般的人把这个撇和竖钩分开写，但是这个凶手，他这一撇和竖钩呢是连着的，所以证明他有恋母情节。而这个鸽字呢，你们看比起左边写的稍微大一点，就是说这个像武器一样，对外界是有敌意、有攻击的意图和施虐的欲望。你是血字案的专家，你怎么看？相信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。凶手高智商而冷血，暴烈而温柔。他善待尸体，从来没有性侵和凌虐。等猎物死了之后，才切下他们的手指写血字，视之为仪式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叶朗晴。凶手从来不会放过任何猎物，叶朗晴是唯一的生还者。但是我担心没那么简单。凶手可能只是想操控这只猎物，随时随地地主宰它，决定它生或者死。
就不漂亮了，知道吗？我给你买的东西，我给你买了一支唇膏，你最喜欢的薰衣草味。你看，你不想擦？你不想擦，我来帮你擦喽。放开！别乱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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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马勇，别跑！没事没事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马勇吓到他了，你照顾他。小青，老秦，老秦，马勇。臭婆娘！关你什么事？臭婆娘，关你什么事啊？老秦那么好玩，我要玩死他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再骚扰老秦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敢了。张开嘴，好不好？你张开嘴好不好？朗晴啊，你不能这样的，你别这样了。欣姐，你知不知道马勇去哪儿了？哦，医院暂时还没联系上他。我不会再让他伤害朗晴。啊，韦医生。你昨天见他的时候，他还好好的，只是被吓了一下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能不能治好？我也觉得很奇怪。听说马勇只是亲了朗晴一下，但是为什么他的病情会变得那么严重？其实很多小朋友的心理问题，都是来自原生家庭。欣姐，我想问一问，当年你为什么要丢下他们兄妹？还有，17年之后，是什么原因让你回来？那个叶劲风说的。他还说了什么？劲风他连骨灰龛位都准备了。对于一个死了的人，他还会说什么？他居然连自己妹妹也骗，希望妹妹可以永远忘记我这个妈妈。昨晚朗晴被绑在封闭病房，是我亲手把她绑起来的。你知不知道她被吓得哭天喊地？我很担心护士进来给她打针，我一直用手捂着她嘴巴。我跟她说，如果你要咬，就咬我的手。她把我咬得越痛，我越能感受到她咬自己的时候有多痛。那孩子看到我，让她咬，她才松开嘴。她抱着我一直哭。那些护士进来看他冷静了，才让他出去。那个人呢？那个人在哪里？17年了，他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妹妹？欣姐，如果我有一个办法，有可能治好朗晴，你愿意配合吗？我愿意啊，只要能治好朗晴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好，我要你给劲风打个电话，然后向他真诚道歉。不可能。说话。喂。无聊。劲风理解女人的方法全凭右脑，所以认为婉谦跟她志趣相投，同样喜欢无国界社交，是一个很有爱、很甜的女孩。但是我的女主角
不是这种类型。你喝咖啡的吗？怎么你不喝咖啡的吗？啊？别伸舌头，把嘴巴闭上！我警告过你了，不准再有下次。我上次做过什么？你能不能提醒我？你们在干什么啊？哦，他不准我伸舌头，也不准我张嘴。你问他。哦，没事，他说想学空手道，所以我教他几招。喂，下次继续。在烧毁的车里发现的死者，根据资料是从高处坠落，所以导致面颅碎裂。当尸体再被发现的时候，已经被严重烧焦，所以难以辨认身份。我现在做的是颅骨重整，把头骨的碎片拼合，沾上粘土，再标上界标，把所有的资料输入电脑之后，就可以拿去做 CT 扫描。运算结束之后的结果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死者生前的轮廓、皮肤还有容貌。甚至还可以做全息影像，我们就能看到他的脸。通过电脑重组，真的可以100%还原死者的容貌？头骨没办法显示头发的发型还有眉毛，所以没办法100%还原容貌。我想法官未必会接受你这份美劳作为呈堂证供，因为香港很少这方面的专家，而且这方面的工作一般由法医负责。你有读过书吗？你知道什么是法医人类学吗？婉切是我请回来协助破案的专家，你是不是有意见？教授，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尽快抓到引标，因为他才是这个案子最大的嫌犯。哦，莫西星出事之后，引标就失踪了，他可能已经跑路。你说的江 Sir 已经做了。我已经通过 LB 联系内地公安，也让所有出入境管制站替我留意。我做的对不对？ Sorry, sir. 喂，小心啊！喂，没事没事。还说没事？你的手指刚才插进往生者的眼睛里哦。 你要记住，他跟我们一样，曾经是有血有肉的人，要尊重他。知道知道，下次别这样。吃饭吧。谢谢。那么像飞机餐呢？对啊。吃这种最好，热一热，还是跟飞机上一样。一样这么难吃？喂，其实你已经回来2天了，你拿了多少份飞机餐回来啊？ 前面、后面加上左边、右边9份10份吧。请问你前面、后面的乘客他们吃什么？他们想听我说工作的事，我就给他们说我处理骸骨的故事。说完之后，他们所有人都说吃不下了。所以我平时也是自己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工作。我非常理解你，所以我今天整晚都会陪你工作。其实你平时会不会觉得很寂寞呢？ 他们会跟我说很多。他们是谁？法医人类学家虽然不能起死回生，但可以听到骸骨的余音。只要运算结束，一切都会清楚。你还挺特别呀，你觉不觉得我们挺聊得来呀？是吗？简直绝配呀！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已经能分出哪个是大宝，哪个是小宝？真的吗？不相信啊？那我已经决定了，今天晚上一直在这儿陪你到运算结束。你对交配有没有兴趣啊？也不能说很感兴趣。
你想在哪里？什么时候？今晚啊，Madam 星家里最方便。3个一起好吗？他让我暂时住在他家，他说今天晚上有事不回家。哦，只有我们2个人。嗯，我想问你还要扫描多久啊？差不多了。哦，我先去准备一下。动也不动，你们2个是不是不认识啊？难道2只都是公的？那我现在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，让你们可以……他们怎么翻过来了？可能刚才太激烈，所以累了，休息一下喽。你干嘛拿着睫毛夹？我真的搞不定啊！他们2个一动不动。喂，我看过那些熊猫呢，他们照顾他们的饲养员呢，为了让他们交配成功啊，一般会播熊猫交配的视频给他们看，他们看了就会交配喽。我懂了，要不我们示范给他们看？你这个建议不错。哦，不是我们。你知不知道埋葬虫科有175种，它们是大自然的清道夫，但是最近几年它们被列入濒危动物的名单，真的有可能绝种。希望大宝快点释放一些性费洛蒙吸引小宝，它们的发情期很短的。其实呢，我知道人类的性费洛蒙可以激发人类的发情期，是1年4季365天，从早到晚都可以发情的。不止，海豚啊、兔子啊、倭黑猩猩也可以。哦，是吗？嗯，那些猴子那么色吗？没想到倭黑猩猩也那么色。猴子跟猩猩不同，猩猩没尾巴。我属猴子，我有尾巴呀。哇，怎么了？喂 ，Sorry 啊，实验室出了点问题，你替我盯着他们交配，录下来给我看。啊，谢了。你走了。叶劲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怎么会在你家啊？你在我家看交配视频？难道你想用这种动物交配视频吸引婉清跟你做什么吗？你实在太变态了！喂，你神经病啊！才不是这样！你知不知道你说话那么大声会吓到大宝，没法释放性费洛蒙，而且这些品种只剩下175种，什么？很快就会绝种。虫呢？诶，不见了，在哪里啊？喂，干嘛？在你衣服上。你能不能帮我把它放进盒子里啊？啊？它们粘在一起。粘在一起？喂，可能正在交配啊！你替我拍下来。不见了。不见了。不见了。在哪里啊？啊？嘘。飞走了，这里。哎，这里。看着我，看着我，我就告诉你，10秒而已。喂，你快出来，我打不过他。哦，哇，你经常用暖宝宝？你干嘛打我？你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？这东西叶劲风才会需要，我有那20分钟就够了。你不是叶劲风。你终于认出我了。你是谁？我叫朱姬。你信不信有解离症？就是大家说，像是鬼附身，一个人里面有很多很多个灵魂那样。而我的感觉就像我住在脑子里的其中一个房间。刚才你应该亲了我一下，然后我就从房间里走出来了。你懂不懂？我懂。你是那个跟我研究案情很聊得来的主谋，笔记分析得很棒的专家。
喝咖啡也会醉得出奇。我以为我上一次见你的20分钟，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见你，因为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没想到我说我有解离症，女主角马上就懂了。每次我出来之前，都会在这里，我不断看书，不断吸收。只要劲风有需要，我就会出去帮他。本来我一个人自得其乐，但是自从我遇到他，我第一次感到寂寞。这里本来只有我一个人，这里就是我的全世界。但是突然之间，全世界变成了他，我一定要告诉他。我想到了，之前法医不是说过，我还没开口，他就很有干劲地跟我讨论案情。法医不能验焦尸，要法医人类学家才行。我找江嫂谈谈。哎，你忘了我有他的邮箱吗？我找他就行了。只要看着他，做什么都满足。我想说的话根本不需要再说出来。直到喝咖啡，我喝醉了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劲风每次闯祸之后都会跑掉。可能是因为逃避，虽可耻，但有用。你到底有什么想跟我说？是不是又想让我看你10秒？10秒也好，20分钟也好，就算1个小时也好，对我来说都可能是一辈子。因为我算不上是一个人，我只是一个人格，我随时会消失，没有任何预兆，所以我不能给你一生一世的承诺。可能劲风要出来的话，我连下1秒都控制不了。但是你愿不愿意？愿不愿意当我女朋友？愿不愿意接受一段有限期的爱情？你不用马上回答，你闭上眼睛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让我数到10秒之后再睁开眼睛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一直闭上眼就好了。让我静静地看你10秒钟，好不好？10、9。我经常思考死亡这件事吧，人死亡会痛苦，那我死的时候会怎么样？我想应该没有痛苦吧，也许会灰飞烟灭，没有人会记得我。10秒到了，不用10秒，我也不会忘记你的，朱琪。谢谢。死亡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被遗忘。有他这句话，证明我至少在他生命里存在过。如果要加上一个时限，至少也有10秒。怎么样？你内心世界的图书馆有这里这么大吗？不管它多大，我消失，图书馆就会消失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这是不是我的命运无法改变呢？也不一定。我遇到过一个比较严重的病例，
就是副人格可以让主人格沉睡。但我也不是想那样，我不是不认命，我只希望在我有限的生命里，可以完成那本小说。你那本小说的结局，是不是也想找到那个杀手？我的想法跟你一样 ，BTK Killer 跟绿眼杀手的确很相似。这个这么有名的连环杀手，在美国已经杀了10几个人。他最喜欢的手法就是 bind、torture， 还有 kill。他跟绿眼杀手的手法虽然不同，但是他们有个共通点，就是都有表演型人格障碍。BTK Killer 不断地写信给警方和媒体，他很想表演自己犯案的过程，这种就是表演型人格障碍的特征。绿眼杀手在裸尸背上写字，是刻意给警方留下线索，同时满足自己吸引大众注意力的欲望。他挑战警方，炫耀自己的杰作，的确可以为他在杀戮过程中带来更多刺激感，但是同时他也犯错了。为什么？他太自负了，他没杀死朗晴，让这个连环凶杀案多了一个证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放走朗晴，其实是想吸引同等级的对手跟他较量？他好多了，看来这里的环境真的可以帮助他放松心情。院长答应让朗晴放1天假，让他换一个环境，对他的病情有帮助。不过最重要的是靠家人。对不起啊，魏医生，其实我有打过电话给靳峰，不过最后还是开不了口。我知道你跟靳峰要走出这一步是有点困难，所以这个电话我帮你打了。我相信在家人的陪同之下进行认知行为治疗，对他的病情最有帮助。为了朗晴，你们加油啊！记不记得那年圣诞节？虽然我们在家过得很简单，但是你看照片里，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。你认不认得自己啊，朗晴？欣姐，我们一起装饰圣诞树。好啊，朗晴，你挂这个。哇，很漂亮吧？很漂亮。对呀。好了，布置的差不多了，欣姐，我们去准备吃的。走吧。欣姐，欣姐，欣姐，走开！想治好朗晴，一定要靠认知行为治疗，要让他面对自己最害怕的事。我怕他受不了。要相信韦医生。我们现在一定要让朗晴知道她的恐惧完全来源于自己。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定可以帮她克服。
不想看到他这样。萤火虫是妈妈，他还记得。这种母子的感觉是我最渴望的，就算只有几秒也好。虽然我的左脑很想拥有，但是我的右手从来都抓不住。朗清，记起来了，你是不是想起你小时候我带你去郊外旅行，你看到萤火虫还会一只只数，你数到86只，记不记得？啊86，对呀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。好棒啊！你数到86啊！是87只。妈妈，妈妈，你终于想起我了。你以后不要再走了，留下来陪妹妹。87，87呀！颅骨重组有结果了，你快回特案组。这是我输入所有颅骨资料之后运算出来的结果，但是因为太多碎骨，只能做到这个效果。哇，很像死掉的嫂子。喂，全息影像是用来看的，别看到女人就摸。叶劲风，不能摸吗？我是投入工作，你也要投入一点啊！我说这个8、9成像啊，这个当然像啊，就是莫西星。他说只有8、9成像，还有1、2成不像。能不能做到100%？如果要做到100%的话，就要拿莫西星的病例做额窦比对。这个就是额窦，跟人的指纹一样，是独一无二的。人体被大火烧过之后，指纹会消失，但是额窦不会，可以帮助确认烧焦的尸体到底是不是莫西星。在大家的手上有一份牙齿的同位素分析，其中显示死者的牙齿里氮含量非常高，证明死者生前的饮食习惯是以海产类为主。不对啊，嫂子根本不吃海鲜啊，嫂子对海鲜过敏啊。报告特别注明骨头裂痕异常，会不会是死者死了之后才有创伤呢？人死了之后，骨头的韧性会降低，所以如果死了之后才骨折的话，断口会比较尖锐，棱角分明。现在骨头的裂痕正反映出这种情况。我会跟 LB 的邓警司回内地接引标回来。OK。不用这么紧张。
江 Sir， 烧焦的女士不是你，到底是谁？你真的以为我死了？原来你这么紧张我，还是你紧张那张 SD 卡呢？SD 卡在你那儿。你拿什么跟我交换？你想要什么？你知道的。加塞尔，女死者在清晨时分被住客发现，背后有3个红色大字，行凶手法不明。魏医生，马勇。不相信別人，怎可教出我心？將一位真我籠裏囚禁，誰又妄想走近？不相信未來，才埋沒感情，不稀罕去被愛。如何避免沒有大結局？有傷害。其實我期待着愛情相當固執，太小心還是太聰明，偏偏錯失。怕是誰情為習慣地天天對着放不開，才突發消失。承認我提防着自成一天變質，自信心頭上有光環，始終破黑帶着痛。